剑术大师的儿子竟然拒绝学剑，却要用拖把杆当做自己的本命武器，全家人都以为他脑子出了问题，却不料他一棍便打翻了学剑10年的大哥。只因上一世他是用枪无敌的枪王，在以剑为尊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认为枪是百无一用的兵器，而他为了向世人证明枪才是百兵之王，更是凭借一把长枪平息了帝国100年的战乱。功成名就的他本该获得无上的荣耀，可因为功高盖主，却引来了帝王的猜忌，最终被皇帝派出的高手合力围杀。再次醒来时，他已经躺在了马厩里，看着自己稚嫩的身体，周围熟悉的环境，乔舒亚立即意识到自己重生回到了过去。此时复仇的火焰瞬间在他心中燃起，这一世他定要亲手改写故事的结局。然而正当他在心里盘算计划之时，突然出现3个男人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来人正是公爵府中的3名百夫长，因为乔舒亚私生子的身份，在前一世他们母子就经常遭到3人的欺辱，而如今带着记忆重生的他，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想到这里，乔舒亚紧闭双眼，脑海中努力回忆起前世凝聚魔力的方法。刹那间，一股强大的能量覆满他的双拳，而此时的百夫长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，随即拿起木棍就要狠狠教训面前的小杂种。不料下一秒，乔舒亚却猛然睁开双眼，随即一拳直接打在百夫长的小腹，百夫长吃痛，立刻摔倒在地。眼前的一幕让其他2人瞬间傻眼，平日里的窝囊废，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来不及多想，另一人直接拔剑向他砍去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即躲闪，随后手中再次凝聚魔力，接着一拳狠狠砸在对方脸上，沉重的一击让男人瞬间飞出足足2米半。然而此时的乔舒亚身体已然发生了异常，因为现在的身体太过弱小，所以很难承受过多的魔力在体内运行。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许他后退半步，随即便一步步逼向最后一人，并表示让他给其他人带个话，如果再有人敢欺负他的母亲，他就会亲手把那人送进地狱。此时的男人已然被乔舒亚的气势吓破了胆，随后便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。见到自己的计谋取得了成功，乔舒亚再也无法强撑虚弱的身体，随即便摔倒在地面昏死了过去。此时另一边的公爵府内，刚刚逃脱的男人正在向公爵大人汇报此事。公爵大人听后也觉得此事难以置信，因为百夫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气势，怎会被一个9岁的孩童赤手空拳打翻在地？可细想此事也并非绝无可能，如果他使用了魔力的话，那么这一切也就能说得过去了。然而此时一旁的护卫却极力否定了他的想法，因为纵观整片大陆，从没有人在9岁就能把魔力运用到实战之中，就连身为5大骑士的公爵大人，也是在16岁才觉醒了魔力。闻言，公爵沉默半分，随即表示只有见到当事人才能了解真相，并且自己也该和这个陌生的儿子见上一面。与此同时，公爵府的走廊内，乔舒亚凝视着帝王的画像，心中复仇的种子越发生芽。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注意到，一名少年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。见乔舒亚没有理会自己，少年顿时怒火中烧，随即便想教训一下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乔舒亚竟然直接抬手接下了他的拳头，强大的握力瞬间让他疼痛难忍。然而正当他想再次发起进攻之时，一道严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2人的争斗。来者正是公爵府的主人阿格诺大人。见到公爵出现，少年立即俯身跪拜。原来少年正是公爵的大儿子巴贝尔，14岁就觉醒魔力的他，是所有人眼中独一无二的天才少年，所以公爵大人也自然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。此时公爵转头看向自己的小儿子乔舒亚，表示要亲自确认他是否觉醒了魔力。闻言，乔舒亚倍感紧张，因为如果被父亲发现异常，那么自己的复仇计划就有可能会泡汤。然而这时公爵却上前一把抓起他的手腕，好在他及时抑制住了体内的魔力，公爵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魔力的存在。但阅历无数的公爵明显感觉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随即表示让乔舒亚先留在公爵府中生活，并吩咐自己的护卫传授他一些骑士技能。与父亲分开后，乔舒亚立即来到了公爵府附近的森林，并在一处魔法阵前停下了脚步，随后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将血滴在魔法阵上。下一秒，面前便出现了一道传送门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即起身向传送门中走去。传送门内则是另一个世界，一座高耸的神殿屹立在废墟尽头，而在神殿的中央，祭台上赫然摆放着一根黑色的铁棍，那正是前一世与他并肩作战的神兵洛奇亚。而现在的铁棍则是洛奇亚的最初形态。当他拿起铁棍的一刻，刹那间空气中的魔力凝聚到他的体内，此刻的乔舒亚瞬间找回了曾经战场上的感觉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的复仇之路将正式开启。当他回到公爵府后，父亲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场对练测试，对手则是他的大哥巴贝尔。在父亲的要求下，巴贝尔在武器架中抽出一把木剑，而乔舒亚则是走向一旁拿起一根拖把，下一秒便一脚踩断拖把头，只留了根棍子。见状，众人笑得直拍大腿，以为他是脑子出了问题，就连一旁的父亲也是露出了怀疑的表情，而他则对父亲表示有这个就够了。见到乔舒亚坚定的表情，父亲也默许了他的选择，只是交代2人在战斗中不允许使用魔力。随着对练的开始，巴贝尔率先提剑发难，却不料迎面撞在了乔舒亚的棍子上。见状，他急忙躲闪，随后再次举起木剑朝着乔舒亚的腰间砍去。谁料这一剑非但没有击中目标，反被乔舒亚一棍打伤了手臂。不信邪的巴贝尔想要再次进攻，不料下一秒却被对方一棍捅飞。落入下风的巴贝尔气急败坏，随即便想破坏规则使用魔力。见状，公爵赶忙想要阻止，可大厅中央已然爆发了一阵能量波动，巴贝尔的木剑也被能量震得粉碎。可想到自己的继承权会因此受到威胁，巴贝尔彻底陷入疯狂，直接拔出佩剑就要杀掉
掉自己的弟弟。而此时的乔舒亚也觉得这是个一战成名的好机会，随即直接上前与其正面碰撞。见状，公爵立即大声喝止，强大的威压让二人瞬间动弹不得。气愤的巴贝尔也在此时冷静了下来。此时一旁的骑士已经被乔舒亚的实力惊掉下巴，就连巴贝尔的未婚妻心里也产生了动摇，要是能嫁给眼前这个小少爷就好了。此时父亲缓缓走到乔舒亚身前，并表示要他去房间单独询问一些问题。此话一出，旁人皆是一脸震惊。要知道公爵大人从不允许别人进入他的房间。待跟随父亲回到房间后，父亲则是直接问起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，而乔舒亚却一脸严肃地回答自己就是他的儿子。因为多年未见，所以父亲并不知道他最近几年的变化。听到此话，公爵也才打消了疑虑，随即表示要亲自指导他练剑。身为9大星辰的父亲，剑术也在帝国之内位列前5，跟他学习剑术是无数天才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可乔舒亚却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，因为他并不想学习剑术，而是想把长枪作为自己的主武器。不料这一举动却瞬间惹恼了父亲，下一秒强大的威压便向他喷涌而来，威压带来的震慑力让他难以招架。可为了表明自己练枪的决心，乔舒亚并没有就此屈服，而是逼出体内的全部能量，使出上一世史诗级的威压与其对抗。这也让父亲终于默许了他的选择。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他通过皇家骑士团的考验，否则就会把他送去学院学习剑术。闻言，乔舒亚立马答应下来。可此时他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自己那恶毒的继母也是皇室中的成员。而此时的继母听说自己的亲儿子被击败，直接甩给侍卫一记耳光。他不能接受一个废物的魔力比自己儿子还强。这时侍卫表示还有解决的办法，随即便向他提起皇家骑士团的考验。闻言，继母瞬间想到自己在骑士团中的伯父，如果能让伯父在对练中做些手脚的话，让其直接死在试炼场也并非没有可能。另一边，刚睡醒的乔舒亚从床上爬起，近几日频繁使用魔力让他弱小的身体有些虚弱。而此时一阵敲门声却从门外传起，开门一看，竟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。记忆中女孩名叫夏罗，是帝国首富的千金，同时也是自己大哥巴贝尔的未婚妻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女孩便向房中走去。见状，乔舒亚直接一把将其拦住，并凑到女孩耳边让她赶紧滚蛋。说罢便直接把女孩关在了门外。然而就在乔舒亚刚关上房门时，敲门声却再次响起。闻声，乔舒亚愤怒不已，这丫头难道听不懂人话吗？可当他怒气冲冲地打开门时，门外却站着一名年轻的骑士。当见到乔舒亚后，骑士直接表明自己想成为他的侍从。闻言，乔舒亚先是一愣，随后想到前世为了避免帝王猜忌，几乎拒绝了所有招募下属的机会。可如今为了完成自己的复仇大业，把有实力的人招入麾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在他印象中，这名 C 级骑士名叫凯因，为人正义忠诚，前一世是巴贝尔身边的侍从。然而如今他却要投到自己的门下，乔舒亚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人才。随即他便吩咐给凯因成为侍从的第一个任务，那就是把府中所有百夫长全部召集到演武场。看到凯因与乔舒亚的出现，众人纷纷疑惑把他们召集于此的目的。这时乔舒亚径直走到众人面前，表示今天的训练将由他来指挥。听到此话，众人皆是一脸震惊，随后嘲笑起少爷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孩子，怎么能有资格来指导身经百战的骑士。闻言，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，而是拿起长枪直接走向众人身前，随即枪头指向其中一名百夫长，表示要他出来跟自己单挑。闻言，百夫长二话不说，直接拔剑发起进攻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刻举枪予以回击，下一秒强大的魔力便将百夫长击飞数十米远。刚才还一脸自信的百夫长就此失去了生命体征，众人皆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冷汗直流，随即纷纷跪倒在地对他俯首称臣。至此，乔舒亚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成功在骑士团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。而一旁的凯因也感叹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主意。另一边被赶走的夏罗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身为首富千金的他从未遭受过如此委屈，此刻的他满脑子都是乔舒亚赶走自己的画面，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竟遭到他如此厌恶。然而得知自己的未婚妻遭到羞辱，巴贝尔再次找到乔舒亚向他发起挑战，但乔舒亚却表示没有时间与他纠缠，自己正赶着去参加皇家骑士团的考核。可正在气头的巴贝尔却对此不依不饶，没办法，乔舒亚只能决定再教训他一次。随即他直接朝着巴贝尔挥出一拳，下一秒强大的魔力便从拳中倾泻而出。见状，巴贝尔赶忙横剑格挡，但强大的魔力还是让他身负重伤。见对方已经受到重创，乔舒亚本想就此罢手，可不想对方却再次挥动铁剑直接向他砍去。见状，他也不再手下留情，直接一拳将巴贝尔打飞数十米远，随后径直走到对方身前，表示以后别再随便来找自己的麻烦。说罢便转身前往骑士团的考核。而此时的巴贝尔也终于看清两人的实力差距，老婆被人欺负，自己却找不回场子，随即便委屈的哭了。与此同时，皇家骑士团也已经入城，超长的车队更是让众人冷汗直流，惊呼一场普通的考核为何会有这么大的阵仗。而此时马车上缓缓走出一名少年，来者正是帝国的四皇子，同时也是前一世乔舒亚力保推上皇位的君王。因为听说乔舒亚9岁就觉醒魔力的事情，皇帝特意派他来见识一下这个新崛起的天才少年。看到前世的仇人出现在自己面前，乔舒亚顿时气血沸腾，如果不是现在这副身体不足以驱使全部的能力，他真想立刻将对方手刃于此。见乔舒亚没有任何反应，一旁的随从立即上前要求他对皇子行礼，而乔舒亚则表示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接受骑士的跪拜。闻言，皇家骑士团立即摆出攻击阵型，公爵府的骑士见状也直接拔剑与其对峙。正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，公爵立即出面阻止了这场闹剧的发生。见到公爵大人已经出面，皇子也不好继续刁难，随即便带领众人走向演武场。随着众人的落座，考核正式开始。因为之前继母与皇室的大伯打好了招呼，所以原本与乔舒亚对练的人选已被全部暗杀，而如今站在演武场上的人则是继母安排的 B 级骑士佐科。此人心狠手辣，做事
是从来不留余地，而他此次接到的任务便是在对练中直接把乔舒亚打飞。此时佐科已经把魔力覆满了整柄长剑，心里盘算着如何折磨眼前的小家伙，可不想乔舒亚却先发制人，一棍差点将其捅翻在地。仓促招架的佐科瞬间意识到面前的少年并不简单，随即便使出全力向对方挥剑砍去。然而长枪的距离优势也在此刻全部展现，奈何他使出全力也无法对其近身。此时看台上的观众也被乔舒亚的枪法所折服，谁料一直被压制的佐科突然气急败坏，竟然凝聚 B 级以上的魔力向乔舒亚全力挥出一剑。见状，乔舒亚赶紧举棍格挡，但受限于9岁的身体还是被打得口吐鲜血。可占了便宜的佐科并没打算就此罢手，而是再次举剑朝他发起进攻。下一秒，巨大的能量在场中爆裂开来，待烟雾散去后，眼前的一幕让众人瞬间傻眼。只见佐科倒退了数米之远，而乔舒亚手中的铁棍也现出了本来的面目。万枪之王洛奇亚再次回归，即便如此，佐科仍旧没打算停止进攻。然而此次的主考官却及时出现，宣布考核结束，并赋予了乔舒亚 C 级骑士的称号，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魔力觉醒者。当晚的公爵府会议中，众人皆对乔舒亚今天的表现赞不绝口，纷纷表示他是继承公爵之位的最佳人选。就连一向严谨的公爵大人也露出了笑容。而此时支持巴贝尔的戚风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表示乔舒亚在几天前还是个被遗忘的废人，如今突然强大，一定是借助了某种魔物的力量。此话一出，会议室里众说纷纭，见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，戚风继续指出乔舒亚在对练中使用的武器，明明只是一根铁棍，却可以自由变换形态，这还不足以说明那是一把魔器吗？然而这时乔舒亚却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，随后径直走到戚风身前，表示既然他这么想知道自己是否借助了魔物的力量，只需跟他打上一场不就知道了吗？闻言，戚风暗暗咬牙，心里暗骂乔舒亚太过阴险，如果真的与他这个少爷交手，自己不但会背上背主之名，更有甚者可能会惹来公爵府中的众怒。此时公爵大人突然开口阻止了二人的争吵，表示自己的儿子如果真的使用了魔物，怎么能躲过在场皇家魔法师的眼睛？既然专业的魔法师都没意见，那么乔舒亚的实力就是毋庸置疑的。听到主上已经表态，一众家臣也跟随附议表示赞同。然而此时巴贝尔却再次推门闯入，在拜见过父亲后，随即表示自己希望空出继承人的位置。闻言，公爵一脸震惊，难道这小子是被自己的弟弟一棍打傻了吗？而巴贝尔却解释说，只是想遵循家族的规则，堂堂正正的靠实力去竞争。听到此话，公爵也是一脸欣慰，瞬间觉得自己的2个儿子都长大了。与此同时，公爵夫人的房间内，戚风将此事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了继母。听闻这一消息的继母顿时火冒三丈，随手便打翻了桌上的酒瓶。本来想在考核中除掉乔舒亚的计划失败就已经很头疼了，现在自己的儿子又闹出这样的幺蛾子。想到这里，继母立即威胁起了戚风，要求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将乔舒亚赶出公爵府，否则就会把他俩之间的秘密亲自告诉公爵大人。闻言，戚风立即紧张起来，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。而此时的乔舒亚跟随父亲回到了房间，父亲表示为了对他做出磨练，会带他一同出征讨伐魔物。说罢便拿出一枚魔戒递到他的面前，表示这是魔塔主亲手打造的魔器，只要将魔力注入魔戒，使用者就会瞬间穿上盔甲。得到魔戒的乔舒亚如获至宝，随即便赶往车队，准备与父亲一同出征。然而这时皇子却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，表示自己非常欣赏乔舒亚的实力，希望他可以加入到皇家骑士团中。听完此话，乔舒亚只觉一阵反胃，上一世就是被他虚伪的话术所蒙骗，导致自己舍身相助却被暗中处死，如今重活一世也该轮到他被自己摆布了。想到这里，乔舒亚直接拒绝了皇子的邀请，随即转身离开，加入了父亲的马队。经过了2天半的昼夜赶路，终于到达了黑魔森林临近的领地。听闻公爵大人亲临，胖子领主立刻带着自己的女儿出来迎接，谄媚的样子也让众人感到很是厌恶，就连他自己的手下也对他嗤之以鼻。这时胖子注意到了公爵身旁的乔舒亚，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少爷。戚风悄悄告诉他，这是公爵大人的私生子。听到乔舒亚并不是完整的贵族血脉，胖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转身对着乔舒亚骂了声肮脏的家伙。公爵见状也懒得跟他废话，随即表示让他赶紧带路前往讨伐地点。当到达目的地后，众人立即商讨起对付魔物的计划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偷偷一人进入黑色森林，因为那里有一种蕴含着太古之力的魔石，太古石的力量可以让吸收者的魔力直接提升2阶，但这种魔石极为罕见，直至他重生之前也只有5块被人类发现。而他现在就是要抢在所有人之前找到这种魔石。可刚进入森林就遇上了体型巨大的黑魔巨人，以现在9岁的身体，乔舒亚自然不是巨人的对手。幸好他想起前世暗杀王教给他的丙烯法，这才堪堪躲过巨人的追踪。随后继续走向森林内部寻找太古石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营地已被魔物侵入，仓促应战之下，骑士团死伤惨重。这时身为骑士团长的戚风站了出来，及时梳理阵型，才让队伍重新走上正轨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强大的黑魔巨人也在此时出现。作为队伍中的唯一一个 B 级骑士，戚风也只能硬着头皮与巨人对战，但仅接触一个照面便被巨人一锤击飞。其他骑士见状赶紧逃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来者正是身为帝国9大星辰的公爵大人。二话不说，直接走向怪物身前，随即挥出一记千人斩，霎时间数百只怪物直接原地蒸发。这时胖子注意到乔舒亚不见了身影，随后立即向众人挑拨离间，说乔舒亚为了活命已经跑路。闻言，众人纷纷陷入议论之中，没想到被给予众望的小少爷竟然如此不堪。然而此时的魔物还没有停止进攻，骑士军团再次陷入危机之中。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天空突然电闪雷鸣，只见一名少年从天而降，来者正是已经吸收雷系太古之力的乔舒亚，仅仅一棍便让黑魔巨人倒地不起。见此一
一幕，众人皆是一脸不可思议，一个 C 级骑士竟然能有如此强大的魔力，而公爵大人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果然他的儿子没让自己失望。这时胖子突然指向乔舒亚，表示这小子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否则怎么会突然有如此强大的魔力。闻言，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，而是打算亲手向众人证明自己的实力，随即便再次孤身冲向魔物大军，凝聚全身之力挥出一道雷暴，刹那间2只黑魔巨人同时飞出2米半。见状，胖子也是跪倒在地直呼不可能。然而超高的战斗强度已让乔舒亚精疲力竭，尽管强撑的身体却无法再次使出魔力。而此时的公爵也注意到事情不对，随后立即上前挡在乔舒亚身前，清空魔物后抱起自己的儿子离开战场。带回到城堡之后，胖子领主立即叫来了骑士团长戚风，并质问他为什么没能早点把乔舒亚铲除，如今却让大少爷的继承之位都受到了威胁，就连他的领主地位也要不保。而戚风则解释因为事发太过突然，毕竟前不久乔舒亚还是个在马厩里打杂的废人，谁也没想到他居然隐藏着此等天赋。此时胖子指出乔舒亚之所以能突然崛起，很可能是和高层魔族缔结了某种契约。闻言，戚风立即说道这不可能，因为乔舒亚的能力是公爵和皇家当面确认过的，而且自己当时也在场，根本就没有感受到魔气的存在。然而此时胖子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表示他是否与魔族缔结契约并不重要，只要家族的人都这样认为就够了。戚风闻言瞬间明白了胖子的意思，归根结底他也是个稚嫩的孩子，只要到了帝国学院自有对付他的办法。与此同时，乔舒亚也恢复了身体，正与自己的侍卫准备去参加晚宴，而此时一名管家突然出现将他拦了下来，表示继母已经单独为他准备了饭局，并且他的母亲露西亚也正在饭局之中。闻言，乔舒亚立即明白继母没憋什么好屁，立即转身前往会宴厅。见到母亲，乔舒亚立即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，而戚风则是上前要求他向继母行礼。闻言，乔舒亚眼神立即变得凶狠，戚风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，而善良的母亲却阻止了乔舒亚的行为。这时继母却突然摇响了手中的铃铛，下一秒一众仆人便端着山珍海味走进房间。看到桌上餐盘的摆放位置，乔舒亚立马明白了继母的用意，但还是听了母亲的话，坐到他的身边。随后继母表示把他们母子2人找来只是为了拉近关系，并且为了准备这桌饭菜特意去打听过露西亚的口味。闻言，卑微了一辈子的露西亚瞬间感到受宠若惊，随即便插起一块烤肉准备送入口中。见状，乔舒亚直接起身打断母亲，随即表示这么多山珍海味他们母子2人也吃不完，不如继母过来跟他们一起享用。闻言，继母瞬间尴尬起来，赶紧表示自己正在减肥，不能吃这些大鱼大肉。此时乔舒亚也不再掩饰，直接询问是为了减肥还是怕菜里有毒。见事情败露，继母也不再掩饰，立即吩咐戚风将他们母子2人除掉。乔舒亚见状也直接召唤出自己的神兵洛奇亚，双方强大的魔力瞬间交织在一处。而在此时，公爵突然出现，喝止了2人的争斗，随即冰冷的目光立即投向戚风，质问谁给他的胆子敢对少爷出手。面对公爵的压迫，戚风一身冷汗。见此情况，继母立刻站了出来。身为从皇室下嫁到公爵府的夫人，她内心对公爵大人没有丝毫畏惧，直接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意思。见状，公爵先是把乔舒亚母子送出宴会厅，随即便开始了夫妻2人的争吵。继母直接表示公爵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家族，而她也并非自愿嫁到公爵府，所以对她来说儿子就是自己的一切，她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自己儿子的地位。闻言，公爵突然露出凶狠的表情，直接表示如果有人敢损害家族的利益，不管是谁他都不会轻饶。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乔舒亚正准备同父亲前往都城的帝国学院，而此时一道声音却从后方传来，来者正是帝国首富的千金夏罗小姐。只见她绕过车队，直接跑到乔舒亚跟前。见状，乔舒亚一脸疑惑地问她要干嘛，而夏罗则是从身上拿出一块金色怀表，表示这是自己家族的专有信物，希望他到了都城以后可以去自己家里做客。这一幕立即引起了其他骑士的注意，纷纷开始猜测起2人之间的关系。见状，乔舒亚顿感不妙，赶紧接下怀表便通知马队出发。经过2天半的昼夜赶路，一众人马终于抵达了都城所在的住处。待安顿好行李过后，乔舒亚对侍卫凯因表示自己要出去办点事情。然而凯因却是露出了一脸担忧，因为乔舒亚是第一次来到都城，所以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会很容易迷路。闻言，乔舒亚只是一笑，身为重生者，他前世在都城生活了几十年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里的环境。趁着夜色，乔舒亚只身来到了一处酒馆门前，这里是世界第一情报组织隐藏在都城的分部，就连皇帝都不知道皇城中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。正当乔舒亚准备推门进入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叫住了他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见状，乔舒亚立即说出了情报组织的专属口令。闻言，男人表情先是一愣，随后恭敬地上前为他带路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即意识到自己找对了地方，在重生之前他有太多事情还没能解决，而为了不暴露自己重生者的身份，委托情报组织为他寻找线索是最好的选择。跟着男人的脚步，2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地下密室，而男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则直接叫出了乔舒亚的真名。原来进入密室前的10几分钟里，情报组织已经把他的身份查得一清二楚。听到这里，乔舒亚一阵惊叹，月之门不愧是世界第一的情报组织，不过这也让他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环节。随后便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需求。乔舒亚此次前来是为了获取2样东西，一个是已经被灭门的奥比斯家族的传家之宝，还有就是关于战神格雷斯的全部信息。前者是可以让他能力大幅提升的珍宝，而后者是在他重生之前毁掉他整个家族的仇人。闻言，男人表示这些都不在话下，不过要先听听他可以给出的筹码。而乔舒亚则早已准备好了应对之策，随即表示自己知道月之门的内部传说，那便是埋在拉沃夫江里的红色硬币。如果男人可以帮他获取他所需要的情报，他便会在3年之内帮男人找到那枚硬币。闻言，男人为之一振，这可是组织寻找了数十年的信物，如果乔舒亚真的可以帮他找到的话，那他一跃成为月之门的首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事情。想到这里，男人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乔舒亚的。调查持续了2个月之久，男人终于带着传家宝的消息找到了乔舒亚。因为这件东西辗转过很多人之手，所以调查信息耗费了许多时间。然而，正当乔舒亚想要查看情报之时，一个声音却突然将他打断。来者正是父亲的朋友列夫伯爵。在乔舒亚的记忆中，列夫伯爵是最不像贵族的贵族，他对待平民时也会一样彬彬有礼。在打过招呼后，列夫向乔舒亚介绍起自己的女儿。然而此时门外却走来一名不速之客，那是都城内最出名的纨绔子弟贝伦少爷。因为他的父亲是皇帝身边的红人，整个都城的人在他面前都要点头哈腰。贝伦眼神打量起眼前的女孩，女孩的容貌很快便让他动起了歪心思。见状，列夫伯爵赶忙出面阻拦，但不可一世的贝伦根本没把列夫放在眼里，随即一把推开伯爵，便要强行带走女孩。女孩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轻，而在此时，乔舒亚却冷笑一声走了出来。没想到维拉斯侯爵的儿子竟然是这种货色，想必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操心致死了。闻言，贝伦顿时火冒三丈，仗着父亲的权势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话。但乔舒亚却并不打算给他父亲面子，直接一拳把他打丢2.5颗牙。一旁的侍卫见势不妙，立即拔剑朝着乔舒亚砍去。谁料一剑下去，乔舒亚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反而随手挥出一拳，直接将侍卫打翻在地。这一操作瞬间惊呆了一旁的众人。没想到身为 B 级骑士的侍卫，竟在乔舒亚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但此时的乔舒亚却并没打算停手，而是再次走到了贝伦面前，打算帮他父亲好好教育一下这个不省心的儿子。然而刚才被打倒的侍卫却突然跪了下来，表示自己愿意废掉一条手臂来抵罪，只求他能高抬贵手放过自家少爷。闻言，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，脑海中想起前世为了保护自己而付出生命的侍卫，此时看向眼前的男人，不禁惋惜这么忠心的骑士却跟了一个这样的主角。想到这里，乔舒亚也不再刁难，随手一把扯下贝伦脖子上的家族环戒，并表示如果想拿回环戒的话，就让贝伦自己来找他。说罢便带着侍卫转身离去。而刚刚被调戏的凯瑟琳却突然追了上来，随后为乔舒亚帮助自己脱困表达了谢意，并希望他在空余时间可以去到自己家里做客。闻言，乔舒亚再次陷入了沉思，因为身为重生者，他深知女孩的可怕之处，在多年后他会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冰之魔法师。看着眼前温文尔雅的少女，他很难跟记忆中那个冷血的杀人狂魔联系到一处。另一边昏迷了2天的贝伦也终于清醒过来，看着镜子中被打破相的脸，发誓一定要找回自己的牙。随即便吩咐侍卫立即把乔舒亚带到自己面前。闻言，侍卫直呼自己甘愿受罚，因为经历过毒打的他深知乔舒亚的可怕之处，他可不想再去招惹那个可怕的怪物。见状，贝伦直接一脚踢了上去，表示他如果不按照自己的吩咐行事，就会向自己的父亲告状说他对家族不忠。而此时的侍卫却是一脸淡定，随即说道：“少爷，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如果老爷知道你弄丢了家族环戒，想必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”而此时贝伦终于发现自己的环戒不见了踪影，只能恳求侍卫帮他想想办法。此时另一边的餐厅内，乔舒亚正与凯因讨论着自己的入学计划，下一秒面前却突然出现一个光头的男人，来者正是贝伦的心腹巴姆男爵，而他此行的目的则是向乔舒亚讨要贝伦的环戒。看到男爵的出现，乔舒亚并没有感到意外，而是将眼神扫向男爵手上的戒指，那正是自己正在寻找的奥比斯家族传家之宝。在月之门提供的情报中得知，这件宝物一直戴在巴姆男爵的手上，所以他才故意抢走贝伦的家族环戒，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男爵并与他达成交易。想到这里，乔舒亚表示可以将贝伦的环戒交给他，不过他也要留下自己手上的戒指作为交换。闻言，男爵心中虽有不舍，但为了讨好贝伦少爷，还是答应了乔舒亚的要求。得到戒指的乔舒亚如获至宝，然而一旁的凯因却是一脸不解，不明白少爷为什么对一个俗物如此感兴趣。闻言，乔舒亚便给他讲起了这枚戒指的来历。此戒名为精灵的眼泪，是精灵族为了报答奥比斯家族守护的馈赠，它可以为佩戴者提供强大的魔法屏障，因为只有精灵语才能激活其中的能量，所以至今为止都没人能发现这枚宝物的价值。如果他的母亲可以戴上这枚戒指的话，那么就再也没人能轻易伤害自己的母亲了。听完乔舒亚的解释，凯因依旧一脸不解，表示精灵语早已失传多年，就算少爷得到了戒指，也无法激活其中的能量。闻言，乔舒亚并没有多做解释，而是随口吟唱出失传多年的精灵咒语，下一秒戒指中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见此一幕，凯因瞬间镇住，没想到自己的主君竟然还有这种天赋。此时城堡的另一边，胖子领主神情一脸呆滞地坐在椅子上，而他的女儿正与一名神秘人进行交谈。原来女孩名叫艾娜，表面人畜无害的她，在数年后是帝国首席的精灵使。胖子也并不是艾娜真正的父亲，而是他摆在明面上的一枚棋子。他真正的父亲正是乔舒亚苦苦寻找的战神格雷斯。此人在数年以后精心策划毁掉了阿格诺家族，并亲手杀害了乔舒亚的父亲，而乔舒亚的大哥巴贝尔也正是死于艾娜之手。此次神秘人正是为了乔舒亚才找到艾娜，因为乔舒亚的突然崛起很可能会打乱他们的计划。然而对此艾娜却表示不用太过担心，他会亲自前往帝国学院处理这件事情。很快时间过去了2个半月，已满10岁的乔舒亚也顺利进入了帝国学院，并且在宿舍内结识了2名室友。而身为重生者的乔舒亚则对2人的未来了如指掌。面前的紫发少年名叫吉巴，是道格拉斯家族的私生子，在几年之后会觉醒极强的魔力天赋，成为震惊整片大陆的天才少年之一。而另一位银发少年
年名为伊卡，是哈维斯男爵领养的孩子，在数年之后被大皇子发掘了天赋，一举成为了帝国中首屈一指的战略家。但由于二人都不是正统的贵族血脉，所以在学院内遭到了其他贵族子弟的各种排挤。而乔舒亚现在要做的，则是在二人的天赋被发掘之前将他们拉到自己阵营。然而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贵族子弟的不满，仗着自己家族的权势将他们堵在了学院的走廊。带头的少年名为马鲁，父亲是5大剑士之一的布伦斯坦伯爵，平日里经常以打压低等身份的学生为乐。而乔舒亚的2名室友正是他欺辱的对象之一。此时马鲁一脸讥讽地看向乔舒亚，表示能与养子和私生子交朋友的人，看来也不会是什么好货色。闻言，乔舒亚并没有过多计较，因为来到都城，他有太多事情要做，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但此时的伊卡却上前与对方理论起来，他不允许马鲁这样侮辱自己的朋友。然而对方根本没把他这个养子放在眼里，直接一拳将他打翻在地。见同伴受到欺负，几把赶忙上前阻止，可不料换来的却是相同的待遇。看到2名室友因为自己遭到羞辱，乔舒亚再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，强大的杀气瞬间让对方冷汗直流。然而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将他叫住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四皇子已经来到他的身后。见到四皇子出现，众人立即俯身跪拜，而此时的四皇子却并没有理会众人的跪拜，反而亲切地与乔舒亚打起了招呼。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众人对乔舒亚身份的猜测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贝伦也很是震惊，立即吩咐自己的侍卫去查清乔舒亚的背景，带着指令侍卫立即来到了月之门打探消息，随即向情报人员描述了乔舒亚的特征，并表示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获取那个孩子的相关情报。可男人却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侍卫的要求，并表示那孩子是月之门最尊贵的客人，无论他出多少钱也不会向他透露一点信息。闻言，侍卫直接愣住，没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了那孩子的背景，居然连月之门这样的组织也要对他的身份进行保护。另一边，乔舒亚已经开始了来到学院的第1堂课。在这个以剑为尊的世界里，课堂上的内容不出意外的也是以剑为中心，老师一一列举了帝国中的剑术大师，其中也包含了当今的皇帝和乔舒亚的父亲。然而对此，乔舒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他表示长枪才是百兵之王，只不过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所低估，所以才造成了剑是最强兵器的假象。闻言，马鲁顿时火冒三丈，身为剑术世家的长子，他绝不允许别人侮辱剑术，随即表示像长枪那样的兵器，只有战场上那些命贱的士兵才会使用，而真正的贵族根本不屑于使用那种垃圾。眼见课堂上局面失控，老师赶紧出面想要制止，而这时马鲁却提出要与乔舒亚进行实战对练。闻言，老师瞬间头大，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贵族，根本得罪不起这些学生，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，也只好答应下来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在心中暗想，正愁没有理由给自己的室友报仇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主动给自己提供了机会。听闻对练的消息，全校的学生都聚集到了对练场内，都想目睹这个使用长枪的小子会被如何打败。就连伊卡也跑来劝说乔舒亚放弃比赛，因为就算他在对练中打败了马鲁，也会因此遭到马鲁家族的报复。可乔舒亚对此却显得毫不在乎，而是向伊卡提出了打赌，赌约是如果他赢下了比赛的话，伊卡就要答应他提出的一个条件。闻言，伊卡立即询问那如果他输了该怎么办，而乔舒亚却表示自己没想过，因为他根本没打算要输掉比赛。随着对练的开始，乔舒亚紧闭双眼，感受着木枪的气息，脑海中努力回忆起最基础的枪术，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来突破前世未能达到的境界。然而马鲁却并不知道乔舒亚的用意，直接提剑向乔舒亚刺了过去，可下一秒他手中的木剑就碎了一地，随即便失去意识昏死了过去。这一幕瞬间惊呆了观战的众人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清乔舒亚是如何出手的，而这一切也正被人群中的艾娜看在眼中。随后立即回到家中联系了自己的父亲格雷斯。格雷斯在听到此事后也感到匪夷所思，没想到这个私生子实力提升的竟然如此之快，看样子阿诺德家族的继承人很快就会变更了。听闻此话，艾娜表示一脸不解，难道一个私生子能打破正统，从皇室血脉的巴贝尔手中抢走继承人的位置吗？闻言，格雷斯露出了莫名的笑容，相对于正统而言，阿诺德公爵应该更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吧。另一边，乔舒亚已经回到了宿舍，脑海中盘算着如何瓦解学院的贵族团体，而这时伊卡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，随即表示斯坦家族已经知道了乔舒亚打败马鲁的事情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派人对乔舒亚进行报复，并且学院的贵族社团也在伺机而动。对此，乔舒亚显得毫不在乎，而是询问起伊卡还记不记得跟自己的赌约。闻言，伊卡表示自己当然记得，只是不知道乔舒亚想要什么。这时，乔舒亚突然一把抓住伊卡的肩膀，表示他很清楚伊卡拥有的能力，而他想要的东西正是伊卡本人。与此同时，学院的会议室中，贵族子弟都被召集于此，组织者正是维拉斯家族的贝伦少爷，而讨论的内容则是马鲁被乔舒亚打败的事情。此时，贝伦表示这家伙的背景深不可测，不但四皇子对他毕恭毕敬，甚至连月之门这样的组织也对他的身份进行了保护。闻言，众人皆是一脸震惊，而此时的绿发妹却突然开口，表示就算再强大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软肋，不如先对这家伙身边的人下手。于是，一众人马很快找来了乔舒亚的2名室友，二话不说，先对2人一顿胖揍。就连一旁的其他贵族学生也对这种场面不忍直视，可打红眼的贝伦却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，是要把在乔舒亚那里得到的屈辱都发泄到2人身上。然而此时，一个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后，来者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乔舒亚。见到乔舒亚出现，贝伦立即把人质踩在脚下，表示他再向前走一步就直接将其废掉。见室友受到威胁，乔舒亚也暂时不敢轻举妄动。然而这一举动也让身后的小弟立马恢复了底气，随即表示
自己这边都是12大家族的子女，凭你一个无名之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作对？而贝伦这边更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家族环境，表示今天要让乔舒亚见识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。说罢便将一小瓶蓝色药水滴在环戒之上，下一秒一股红色的能量瞬间在场中爆发。待烟雾散去后，贝伦已然变成了一名穿有钢制盔甲的骑士。这一幕让其他的贵族子弟羡慕不已。同样都是价值几百万金币的 B 级环境，贝伦少爷那枚居然可以做到这么华丽。而此时的贝伦也把手中的钢剑抵向脚下的伊卡，表示自己今天要当着乔舒亚的面把他的朋友废掉。见到伊卡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乔舒亚也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，直接拿出父亲交给他的家族环戒。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席卷全场。待烟雾散去后，众人皆对眼前的一幕震惊不已。只见乔舒亚已然披上了一身骑士盔甲，而盔甲上的花纹正是属于阿诺格家族的专有徽章。见状，贝伦赶忙解释一切都是误会，如果知道他的身份如此尊贵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找他的麻烦。可此时的乔舒亚却并不打算再给他机会，直接一拳将他打飞数十米远。见状，一旁的小弟再也没有了往日嚣张的气焰，随即便头也不回的四散而逃。与此同时，汇聚天下魔法师的魔塔之内，魔塔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。此次会议的主题则是关于失踪的太古神石。作为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至宝，火系太古石已经被人拿走，而雷系太古石也突然神秘失踪，甚至有传闻说在雷系太古石消失的地方发现了魔剑士的出现，而这名魔剑士却是一名只有9岁的小孩。闻言，众人皆是一脸不可置信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被发现的魔剑士寥寥无几，一个9岁的孩子又怎能达到如此境界？此时，冰封之作提出还是先派人打探一下事情的真伪，而魔塔主却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用各位操心了，因为早已有人出发展开了调查。行动之人正是基于雷系太古石已久的雷电制作皮卡。此时他已经来到了魔石消失的地点黑色森林，并且绑来了管辖当地的胖子领主，从他口中问出了关于乔舒亚的全部信息。这时胖子表示自己在都城的人脉很广，只要可以放他一条生路，他愿意协助皮卡一起除掉乔舒亚。然而皮卡却根本看不上这个势力之徒，随即直接照出一道闪电送他领了盒饭。带着胖子提供的消息，皮卡很快来到了都城的帝国学院，果然在附近的丛林中找到了正在休息的乔舒亚。看到皮卡的出现，乔舒亚立即明白他是为了雷系太古石而来，随即表示自己已将太古石吸收到体内，想要的话就靠实力来拿吧。说罢便直接聚集魔力朝着皮卡发起进攻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皮卡竟然随手一接便化解了他的魔力。见状，乔舒亚再也不敢大意，赶紧召唤出自己的神兵洛奇亚。下一秒，只见一把覆满魔力的长枪直接飞向皮卡，来不及躲闪的皮卡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元素化，而这也让他明白眼前这个孩子的实力不容小觑。强大的对手同时激起了双方的战斗欲望，二人史诗级的魔力瞬间交织在一处。然而受限于10岁的身体，乔舒亚还是被震退数米之远。看到乔舒亚落入下风，皮卡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手中再次凝聚魔力，准备赐予乔舒亚致命一击。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只能选择殊死一搏，使出自身全部的魔力与皮卡正面对抗。下一秒，场中瞬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波动。待烟雾散去后，躺在地上的皮卡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随后双眼彻底失去了生机。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，随即便摔倒在地面昏死了过去。另一边，皇家学院的会议室内，校长为乔舒亚在学院的打架事件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。毕竟12大家族的子女在学校吃亏不是一件小事，而且如果不能顺利平息此事的话，皇家学院的名声很可能会因此扫地。此时立即有人起身表示要将乔舒亚开除学籍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除学院内的不良作风。然而对此，乔舒亚的班主任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表示那孩子的行为根本不该受到这么重的惩罚。难道因为忌惮12大家族的势力就要毁了一个孩子吗？然而正当众人陷入讨论之时，会议室门外却突然出现2个身影，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，而身旁的另一人则是马鲁的父亲布伦斯坦伯爵。看到公爵出现，众人皆是一脸震惊，谁也没想到一个私生子竟会遭到公爵大人的如此重视。但公爵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为此而来，他只是听说乔舒亚曾对斯坦家族的剑术出言不逊，怕斯坦家族的老家伙来找自己儿子的麻烦，所以才来亲自会这个粗暴的老魔妖。而一旁的斯坦伯爵表示自己也是为此事而来，只是如果那孩子没什么真本事就敢侮辱他剑术的话，那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闻言，公爵只是笑了笑，表示放心，我那儿子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与此同时，学院附近的丛林内，刚刚经历过苦战的乔舒亚也渐渐开始清醒。不过因为太古石蕴含的能量过于强大，以至于他的身体在一夜之间产生了急速的生长。看着自己大了一圈的手掌，乔舒亚不禁感叹自己的实力终于又进步。与此同时，帝国学院的校园内，上百名学生已将老师的办公大楼围得水泄不通，要求院方撤销对乔舒亚打架事件的处罚。得知此事，老师们立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毕竟乔舒亚在校内打伤贵族子女不是一件小事，如果不把乔舒亚开除学院，很可能会因此惹来12大家族的报复。而此时的乔舒亚也已经回到学院之中，来到众人面前表示自己愿意主动退学，不过在那之前他会亲手瓦解学院里的贵族社团。闻言，一旁的社团小头目立马来了兴趣，就凭你一个私生子也敢挑战我们12大家族的权势，就不怕你老爹一怒之下将你踢出家门？而此时众人身后却突然传出一道严厉的声音，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。公爵表示自己儿子的身份不用他一个外人来评判，如果有人想以此来挑战阿诺格家族的权威，那么他随时都愿意奉陪到底。闻言，2名小头目惊慌不已，毕竟自己家族的地位在对方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事情结束，乔舒亚也跟随父亲来到了房间。公爵表示自己不会反对乔舒亚的任何决定，不过如果他想要离开学院的话，就必须加入皇家骑士团的第3大队。闻言，乔舒亚虽然不明所以，但想到父亲这么做一定是蕴含着某种深意，随即
即便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。而这时一旁的布伦斯坦伯爵却突然开口：“既然你们父子二人的事情已经谈完了，那就来聊聊我们之间的问题吧。”话音一落，强大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。听说你觉得我斯坦家族的剑术是垃圾，那你应该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吧？面对大师级的压迫，乔舒亚顿时冷汗直流。不过很快他就凭借太古石提供的力量抵住了对方的杀气，随后一步步朝着伯爵逼近，表示自己并非认为斯坦家族的剑术是垃圾，而是觉得所有的剑术都不如长枪。闻言，斯坦伯爵先是一惊，随后便开始浑身颤抖大笑起来，心想这小子现在就已经有如此实力，如果日后达到了巅峰，自己再将他击败，那种感觉得有多么妙不可言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阿格诺公爵府内，乔舒亚的继母急火攻心，重病在床。他没想到公爵大人竟然会如此偏袒乔舒亚，而自己的亲儿子巴贝尔又被皇室突然叫走，这一切显然都已超出他的预料之外。这时戚风走来，表示夫人不用太过担心，他会亲自前往都城解决一切问题。闻言，继母顿时一脸震惊，因为从皇室下嫁过来的她深知皇宫的危险，她不想戚风会因此而丢掉性命。然而这时戚风却缓缓拉起她的手，只要是为了你，就算付出生命我也心甘情愿。另一边，乔舒亚来到学院准备申请退学，而此时伊卡突然出现拦住他的去路。乔舒亚少爷，我愿意成为你的侍从，如果你要离开学院的话，就请把我一起带走吧。闻言，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，虽然这小子出身贫寒，但也算是个贵族子弟，如今居然愿意屈身成为自己的侍从。而伊卡则表示，像乔舒亚这样的人，以后绝对会超越阿格诺公爵，成为新的大师级人物，而他想做的就是留在乔舒亚身边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闻言，乔舒亚直接拒绝，表示皇家学院内部现在还有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实力的话，就在我离开后亲自去改变皇家学院的状况吧。而且我并不希望我看中的人只当一个侍从，因为你在我眼中实在太过优秀。告别伊卡后，乔舒亚立即来到皇宫，找到皇家骑士团，想要加入骑士军团，并把他们拉拢成为自己复仇的利刃。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众人的无情嘲笑，只因骑士们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能有入团资格，而乔舒亚则是直接亮出了手上的家族环戒，表示自己是奉公爵大人之命前来参加骑士团的考核。见状，众人纷纷镇住，因为公爵儿子10岁觉醒魔力的事情早已传遍整片大陆，没人愿意为了一个普通的考核而赌上自己骑士的荣誉，更何况如果不小心打伤这位少爷的话，很可能会遭来阿诺格公爵家族的报复。见众人都不敢接受自己的挑战，乔舒亚立即使出了激将法，嘲讽眼前这些人都是一群畏头畏尾的鼠辈，根本没有资格披上这身骑士的盔甲。果然，这一举动瞬间激起了骑士团的众怒，一名骑士立刻拔剑朝着乔舒亚的方向砍去。见状，乔舒亚直接挥起手中的长枪，下一秒场中瞬间迸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。然而随着烟雾渐渐散去，战场中赫然出现另外一名拿着长剑的骑士。身为重生者的乔舒亚一眼便认出了男人的身份，来者正是骑士团第12大队的副队长杰斯。此人在前一世曾是乔舒亚最可靠的手下，每次都会出现在队伍的最前线与他并肩作战。而乔舒亚选择加入骑士团的其中一个理由，便是想要再次与他一起纵横沙场。此时乔舒亚举起手中的长枪，太古神石的雷电之力瞬间席卷全场。见状，杰斯足足愣了2.5秒，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则是把长枪指向杰斯，我会在5年之内让第12大队成为帝国最强的骑士团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？另一边，乔舒亚的大哥巴贝尔也已经来到了皇宫，随后皇帝吩咐侍卫拿来一瓶蓝色药剂，并告诉巴贝尔这是提升魔力的秘药，只要喝下它就能超越乔舒亚，成为大陆第一天才的存在。闻言，巴贝尔犹豫半分，但皇命难违，还是拿起药水一饮而尽。喝下药水的瞬间，巴贝尔突然疼痛难忍，摔倒在地。而此时的皇帝则是缓缓走到巴贝尔身前，当年为了把你送进公爵府，所以抹除了你的记忆，而现在也是时候轮到你来报效皇室了，我的好儿子。巴贝尔本部里登，你一定要拿到阿格诺家族的继承权，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喝下恢复记忆药水的巴贝尔淡淡的说了一声后，就这样隐藏在平静之下的阴谋正式浮出水面。另一边，凯因听从乔舒亚的吩咐留在了公爵府，每日都与阿格诺公爵切磋来提升自己的剑术。然而面对帝国9大星辰的公爵大人，凯因在剑术上根本占不到一点便宜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，势必要成为乔舒亚身边最得力的助手。时间飞速流逝，转眼过去了5年之久。这5年里，乔舒亚不但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男爵之位，更是成为了骑士团第11大队和12大队的双料队长。此时，乔舒亚正准备赶往大皇子的生日宴会，然而刚刚到达宴会厅门口，就发现一群人正在争吵。原来夏罗的家族在近几年遭到了敌对势力的疯狂打压，家族的领土也随着战争损失近半，而此次前来参加大皇子的生日宴会，就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芬迪家族还没有倒下。可刚下马车就被敌对势力的子女拦住了去路，二人在对夏罗一阵冷嘲热讽过后，更是以自己家族的权势要求护卫把他拦在宴会厅门外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刻大声喝止了护卫的举动，并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。闻言，2名护卫还在犹豫，毕竟对方的家族势力也是自己得罪不起的存在。可下一秒，乔舒亚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见状，2名护卫皆是一惊，随后立即服从命令转身离去。而此时的夏罗也跟随乔舒亚前往生日宴会。待进入宴会大厅后，夏罗立即为乔舒亚帮助自己脱困表达了谢意，并表示自己欠阿格诺家族一个人情，等自己家族摆脱困境后，一定会跟父亲登门拜谢。而乔舒亚却表示帮助他只是自己计划的一部分，并且他现在也已经不再是阿格诺公爵家的人了。另一边，一名狼狈不堪的骑士出现在了皇宫门口，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第一侍从凯因。此时他已从阿格诺公爵那里磨练了一身本领，成为了帝国中数1数2的剑术高手。而他见到乔舒亚的第一反应，便是向他诉说自己在这5年里遭受的毒打。看着自己曾经沉着冷静的贴身侍从，乔舒亚很难想象他在这5年里都遭受了什么经
经历。此时手下的骑士突然传来消息，表示皇宫门外又来了一名客人，而这名客人正是帝国第一的天才谋略家伊卡。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与乔舒亚当年的约定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成功改变了帝国学院的风气，并且以最优秀的成绩从学院毕业。三大天才少年再次聚集在一起，乔舒亚的复仇计划也将在此刻正式开启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皇宫大殿内，皇帝正一脸严肃地看向殿下的群臣。在以骑士之国自居的阿巴伦帝国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参加大师之战，如此岂不成了其他列国口中天大的笑柄？而殿下的大臣们皆是一脸紧张，不敢答言，因为参加大师战的都是大陆内顶尖的高手，谁也不想用自己多年累积的功勋去做赌注。然而此时乔舒亚却突然出现在大殿之内，表示自己愿意代表阿巴伦帝国参加大师之战，但在此之前，皇帝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允许他离开皇宫，并且成立自己的家族。闻言，皇帝并没有直接给出答复，而是突然拔剑朝着乔舒亚的方向砍去。下一秒，强大的能量瞬间在场中爆发，烟雾散去后，大殿中已是一片狼藉。反观乔舒亚早已召唤出自己的长枪挡住了皇帝的攻击。见状，皇帝突然放声大笑，本以为乔舒亚只是一个普通的 A 级骑士，没想到竟然使出了大师级别才能驾驭的新剑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自己也就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子看了。随即表示让乔舒亚只管放手去做，只要带回令他满意的成果，他就会答应乔舒亚的所有条件。离开大殿后，乔舒亚正在心里规划着下一步计划，身后却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把他叫住。来者正是乔舒亚的父亲阿诺格公爵大人。此时公爵表示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他们父子2人从未有过联系，而现在要离开了也不来跟他这个父亲打声招呼，难道还在怨恨自己把他踢出了家族吗？闻言，乔舒亚则表示自己从未怨恨过父亲，因为他心里明白巴贝尔继承家族的事情已成定局，更明白父亲表面是把他踢出了家族，实则是为了保护他们母子2人不被卷入家族的争斗，所以他不但没有心生怨恨，反而要感谢父亲为自己默默做出的一切。闻言，公爵大人一脸欣慰，感叹自己的儿子终于长大了。另一边，伊卡和凯因来到了夏罗在皇宫的住处，在一番恭敬的行礼过后，夏罗表现得一脸不解，不明白这位天才谋略家为什么会突然找到自己，而伊卡则表示他们是奉了乔舒亚男爵之命，特意来协助芬迪家族摆脱目前的困境。闻言，夏罗阴霾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没想到这个外表冷酷的小子居然这么有心。与此同时，离开皇宫的乔舒亚也来到了佣兵工会，想要获取关于佣兵王奥拉夫的相关信息。然而分部长布隆却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因为在佣兵团只有等价交换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，如果想得到奥拉夫的信息，就要完成5星级的委托任务。闻言，乔舒亚瞬间愣住，因为5星级任务的难度不亚于置身挑战巨龙，但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情报，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。然而队伍刚刚出发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大批巫妖突然对佣兵团发起了猛烈的袭击。传闻中巫妖乃是高等魔法师死后献出自己灵魂，并以黑魔法附加到肉身之上，才能获得不死不灭之身。而此时大量巫妖同时出现在此地，说明附近一定有黑魔法师的存在。面对巫妖大军的猛烈攻势，佣兵团的众人很快便败下阵来。然而正当众人惊骇之际，一名黑衣法师突然从天而降，下一秒战场中便刮起一阵刺骨的寒风，成群的巫妖也在此刻全部霜冻。见此一幕，众人瞬间镇住，因为那是4级魔法师才能操控的冰霜风暴。与此同时，黑衣之下也露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来者正是列夫伯爵的千金凯瑟琳小姐，而她跟随佣兵团至此的目的，则是为了讨伐莱卡城中的巫妖之王。闻言，乔舒亚一脸不解，表示那就直接进入城中抓住巫妖不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野营呢？而此时布隆却直接否定了乔舒亚的想法，因为巫妖之王并不是真正的巫妖，而是正在攻伐莱卡城池的克伦贝尔家族。原来在5年前的一天，克伦贝尔家族突然单方面向列夫家族宣战，其进攻规模大到足以堪比国战，而列夫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能够安全撤退，更是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对方的骑士军团。从那以后，凯瑟琳就再也没能打听到父亲的消息。然而克伦贝尔家族在获胜之后并没有停手，而是直接又对夏罗所在的芬迪家族开启了领地战。闻言，乔舒亚瞬间陷入沉思，因为如此规模的战争足以给整个帝国造成巨大的损失，难道皇帝对此就没有任何表态吗？对此，布隆却表示，也许操纵这一切的正是当今的皇帝，毕竟克伦贝尔家族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皇帝的忠犬，而且如果芬迪家族也就此倒下的话，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很可能就是阿诺格家族。另一边，几经波折的夏罗等人终于回到了家族领地，然而面对家臣的问候，夏罗却显得心不在焉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正在返乡的夏罗等人突然遭遇了不明组织的袭击，而凯因为了保护夏罗，则孤身一人闯入了敌方的阵营，直到现在也没能再次与他取得联系。而此时的伊卡却告诉夏罗不用太过担心，毕竟凯因可是乔舒亚大人身边的第一骑士，仅凭那些人是无法轻易将他打败的。闻言，夏罗也不再言语，随即便跟随家臣来到了会议大厅。在讨论中得知，目前的战况已经来到了白热化阶段，运送物资的渠道已被克伦贝尔家族完全切断，而城中的储粮如今也所剩无几。如此下去，芬迪家族很快就会战败，失去所有领地。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一旁的伊卡却突然开口，表示自己有办法来帮助他们摆脱眼下的困境。另一边，佣兵团众人已经开始朝着莱卡城的方向进发。然而就在车队行进的途中，乔舒亚突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魔气。见状，他立即跳下马车，准备一探究竟，顺着魔气的方向进入一座建筑
住后，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发光的魔法结界，而结界的后方赫然挂着一名身负重伤的圣光骑士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即询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还没等到圣光骑士的回答，身后突然窜出一个面目狰狞的男人，二话不说便直接挥剑朝着乔舒亚砍去。见状，乔舒亚赶忙一个闪身躲避了对方的攻击，然而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太过强烈，竟然直接激发了乔舒亚身上的魔性。下一秒，乔舒亚的眼神突然变得疯狂，直接挥出一枪便挑断了对方的手臂。可失去手臂的男人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再次朝着乔舒亚发起了进攻。见此一幕，乔舒亚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，随即直接一枪刺穿了男人的胸口。随着魔气渐渐散去，被打败的男人终于逐渐恢复了神智。原来男人名叫塞恩，生前是斯瓦罗五帝国中首屈一指的大师级骑士。然而就在一场皇权的争斗中，自己追随的罗纳皇帝被推翻了政权，而他也就此成为了这场阴谋的牺牲品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乔舒亚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丝怜悯，随即表示自己可以让他脱离黑魔法师的操控，并且会陪他一起走完他的复仇之路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塞恩要把自己体内的魔力全部借给乔舒亚使用。闻言，塞恩心里一颤，与其去做黑魔法师的奴隶，还不如和大陆最强的天才一起走下去。说罢便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体内的魔力。然而强烈的魔气很快便引起神圣骑士团的注意，是要在乔舒亚变成魔王之前将他彻底铲除。但就在骑士团准备发起进攻之时，圣女手中的神之泪却突然得到召唤一般，竟然直接飞到了乔舒亚的手里。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胜利瞬间席卷全场。见此一幕，在场的众人纷纷镇住，因为从来没人能够让魔气和胜利同时在体内共存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则走到众人面前，缓缓开口：“相信各位已经感受到我的实力了吧？如果我真是你们口中的魔物，那诸位认为自己还能活到现在吗？”闻言，众人皆是不敢答言，毕竟对方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。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架起受伤的队友转身离去。在送走神圣国的众人后，乔舒亚则对一旁的布隆做起了告别，表示既然魔物已经铲除，他也要前往莱茵哈特王国去参加大师之战。而此时布隆却表示现在还不是道别的时候，因为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说罢，身上瞬间窜出一股强大的雷鹏之力，下一秒一身结实的肌肉一览无余。原来布隆早已到达了大师境界，而参加大师之战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因为佣兵团本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组织，但佣兵王奥拉夫为了自己的利益早已成为皇帝的走狗，佣兵团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开始偏离轨道。而大师之战有一个特殊的奖励机制，获胜者可以公开挑战9大星辰或12超人。身为佣兵团二把手的布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如果能在大师战获胜的话，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挑战身为12超人的奥拉夫，打败他并带领佣兵团重回正轨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芬迪家族领地内，伊卡正一脸愁容地站在城墙上，只因补给物资的车队已经失联了2个半月，如果物资再不能送达的话，他们的局势将会彻底陷入绝境。而此时，芬迪家族的家臣纳尔来到伊卡身边，表示现在的局势很明显，克伦贝尔家族对我们的计划早有察觉，看来你那了不起的手段也快到极限了吧？面对纳尔的嘲讽，伊卡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表示运送车队的路线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，如果物资出现意外的话，就只能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芬迪家族内部出现了奸细。正在2人针锋相对之时，城下突然喧哗声四起，运送物资的车队已在此时回到了领地，而夹杂在人群中的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此人正是乔舒亚的第一护卫凯因。原来就在前几日，击败刺客的凯因正准备赶往芬迪的家族领地，然而路上正巧遇到被围攻的物资车队，在确认车队隶属于芬迪家族后，他便直接出手帮助车队解决了危机。看着凯因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夏罗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自从上次走散以后，他的心里就一直处于自责之中，如今看到他能安全回来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正当众人寒暄之际，侦察的士兵突然传来紧急消息，布城的江面突然结冰，克伦贝尔家族已经跨过冰链，朝着领地发起了进攻。另一边，期待已久的大师之战也终于开赛了，而乔舒亚在第1轮比赛便抽中了斯瓦罗五帝国的首席骑士艾伦。然而面对声名远震的对手，乔舒亚的眼中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怯色，反而直接提起神枪洛奇亚朝着对手刺了过去。突如其来的一枪显然让艾伦有些措手不及，慌忙举间隔挡，才勉强抵住了乔舒亚的进攻。但长枪传来的力道让他实在难以招架，心里不禁开始猜测眼前的少年到底什么来头。可还没等他喘口气的功夫，乔舒亚的长枪便再次来到他的面前。见状，艾伦赶忙闪身躲避，然而连续的失利让他再也不敢随意轻敌，随即便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。下一秒，大师级的魔力便覆满整柄长剑，而此时的乔舒亚却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，因为在前一世，长枪一直只是他手中用来杀戮的工具，所以他非但没能使长枪被定为出色的武器，反而让他在世人眼中成为了邪恶的代表。如今在强者如云的大师赛中，正是他向世人证明长枪的最好机会。想到这里，乔舒亚直接掷出手中的长枪，下一秒，长枪便化作一道利刃飞速冲向艾伦。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过后，只见乔舒亚手握长枪赫然出现在战场中央，而枪尖之下的艾伦也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在看台上观众的欢呼声中，主持人也宣布了比赛的结束。而在比赛中获胜的乔舒亚也获得了裁判的认可，成功进阶为大陆史上最年轻的大师级骑士。回到房间后，乔舒亚召唤出了之前收服的亡灵骑士塞恩，表示自己现在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要处理，
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帮助自己去做。闻言，塞恩表示尽管开口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效忠于你，那么不论你有什么命令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另一边，贝伦克尔家族利用结冰的僵面，对芬迪家族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然而，随着佣兵王奥拉夫的加入，芬迪家族很快便在对战中败下阵来。凯因也在战斗中砍断了自己手中的长剑。面对奥拉夫的全力一击，凯因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然而，随着一阵强大的能量波动过后，一个身影赫然出现，挡住了奥拉夫的巨斧。来者正是接到乔舒亚命令的亡灵骑士塞恩。然而，还没等奥拉夫做出反应，一阵强大的魔物瞬间席卷全场。待魔物散去后，塞恩已经带着凯因不见了踪影。见此一幕，奥拉夫瞬间来了兴趣，没想到芬迪家族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高手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莱茵王国内，凯瑟琳已经来到了乔舒亚的房间，对乔舒亚顺利赢下第一场比赛表达了祝贺。但乔舒亚并没有对凯瑟琳的祝贺做出回应，而是一把将她抱进自己的怀中。见状，凯瑟琳赶忙挣开乔舒亚的手臂，表示天色已晚，自己也该回去了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却缓缓解开了自己的衣口。在数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中，大师之战终于迎来了第二阶段。本轮比赛是由布隆对战阿斯兰国的公王维鲁斯。而在维鲁斯出场的瞬间，看台上的乔舒亚胸口突然感受到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下一秒体内的太古神石开始了剧烈的晃动。而看向赛场中的维鲁斯，一团神秘的能量仿佛马上就要冲破他的胸口。见状，乔舒亚立即认出那正是失踪已久的火系太古石。然而斗志昂扬的布隆却并没有注意到维鲁斯的异常，直接挥起拳头便朝着对手冲了过去。而维鲁斯只是随手一挡便化解了布隆的进攻。可正当他准备发起反攻之时，面前的布隆却突然化为一道黑影，紧接着硕大的拳头便再次朝他袭来，势大力沉的一拳直接把他打飞数米之远，强撑着身体才勉强没有摔倒在地。然而还没等他调整好状态，布隆已然再次朝着他的方向发起了进攻。见状，维鲁斯也不再隐藏实力，随即把手中的长剑直接刺进地面。下一秒，强大的太古之力瞬间席卷全场，就连解说比赛的裁判也被震飞数米之远。但此时的布隆仍旧没有打算停止进攻，而是汇聚全身的魔力赋于自己的双拳之上，随后使出全身之力猛然砸向地面。霎时间，赛场中瞬间山崩地裂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猛烈的一击并没有让维鲁斯受到丝毫伤害。见状，布隆赶忙挥拳准备再次发动进攻，可下一秒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怔住。只见一道冲天的火光突然在他面前迸发，而在火柱的上方，维鲁斯已经举起了手中长剑发起了反攻。随着一声爆炸响起，一团巨大的火球瞬间冲天而起。下一秒，观众席上的保护层瞬间被火球融化。反观赛场的中央，承受了巨大伤害的布隆已经倒地不起，而此时的维鲁斯则是把目光投向了看台上的乔舒亚。就这样，世上两大顶级骑士的终极对决即将上演。离开赛场后，维鲁斯立即来到了月之门，想从这里打听关于乔舒亚的相关情报。作为阿斯兰国的公王，维鲁斯表示自己有足够的资本可以付出丰厚的报酬，反之如果不能得到让他满意的答复，自己弹指间便可以让月之门彻底覆灭。闻言，对面的男人则是淡淡一笑，表示乔舒亚是月之门最尊贵的客人，无论他出多少钱也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如果殿下想要与月之门为敌的话，那我们随时愿意奉陪到底。男人的回答显然超出了维鲁斯的预料，但月之门在大陆中历经100年还能屹立不倒，说明其背后的力量一定不容小觑。想到这里，维鲁斯也不再过多纠缠，随即便告别男人转身离去。另一边，乔舒亚也来到了月之门的总部，而对待组织内最尊贵的客人，此次月之门的大师亲自接待了乔舒亚，并表示无论他想获取任何情报，自己都会倾囊相告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乔舒亚必须先付清过去在月之门委托任务的报酬。闻言，乔舒亚直接表示没问题，只要可以获得他想要的情报，多少钱他都可以给。面对乔舒亚的回答，大师并没有表态，而是缓缓揭下了自己的面纱。下一秒，一张绝美的面孔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见状，乔舒亚瞬间怔住，身为重生者的他一眼便认出了女人的身份，此人正是神圣之国的天选之女安妮。没想到外表单纯的她居然在月之门坐有大师之位。此时的安妮却缓缓开口，钱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而真正能够吸引我的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与你一起共结连理。来了！世上两大顶级骑士终于在赛场上相遇了。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，乔舒亚直接唤醒了体内的雷系太古石。下一秒，强大的雷霆之力瞬间席卷全场。反观此时的维鲁斯，专属于火系太古石的神焰早已覆满全身，幻化的形态宛如刚从烈焰地狱中逃出的魔神。此时，乔舒亚咧嘴一笑，直接提起长枪率先发起了进攻。见状，维鲁斯也挥动手中的钢鞭予以回击。霎时间，强大的太古之力瞬间席卷全场。然而随着烟雾渐渐散去，二人皆是毫发无损地站在赛场中央。而此时的维鲁斯却突然开口：“我体内的太古神石一直渴求着我，希望我打败你并吸走你体内的太古之力，相信你也有相同的感受吧。”闻言，乔舒亚也做出回应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趁机打个赌？失败者交出自己体内的太古石，并成为胜利者的手下，这样一来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”听到此话，维鲁斯立即表示赞同。要是能同时得到乔舒亚和另一枚太古石，阿斯兰国称霸大陆就再也不是一场梦了。想到这里，维鲁斯直接挥起钢鞭发起了进攻。下一秒，钢鞭犹如火龙一般直接压向乔舒亚，而此时的乔舒亚则是直接提起手中的长枪，电光火石之间便冲破了对手的招架，速度之快
快让维鲁斯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一瞬间便被长枪刺穿了手臂。然而还没等他做出调整，乔舒亚便再次朝他发起了进攻。霎时间，战场中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，随着烟雾渐渐散去，只见维鲁斯已经躺在地面不省人事，而乔舒亚也顺利获得了决赛的胜利，成为了本次大师之战的最终获胜者，并且按照比赛的奖励机制，乔舒亚顺理成章成为了莱茵哈特王国的新王。在一众群臣的跪拜中，新王的加冕仪式正式开始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却表示希望省掉这些没必要的环节，因为自己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用的序列上。闻言，台下的图奇立即表示万万不可，因为在其他王国眼中，莱茵哈特的国王本来就是名义上的王，如果就连最基础的加冕仪式都做不好的话，更会被其他列国所耻笑的。闻言，乔舒亚直呼可笑，莱茵哈特王国什么时候需要看别人的脸色？如果各位只是执着于无用的形式和看别人的脸色，我可没有闲心陪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。说罢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。见此一幕，众臣一脸震惊，本以为乔舒亚会和其他人一样，统治莱茵哈特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走个过场，可听闻乔舒亚所言，根本就是想要为这里的子民谋取利益。想到这里，众臣纷纷下跪，恳请乔舒亚可以留下，因为莱茵哈特太需要一名真正的首领了。另一边，会场外的奖励领取处，布隆正一脸得意地把大量金币搂进自己的怀中。原来在乔舒亚与维鲁斯对战之时，布隆倾尽全部家产压下了乔舒亚，赢下比赛。事实也证明了乔舒亚的实力果然没让他失望。然而此时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，来者正是神圣之国的圣女安妮。见到老朋友出现，布隆亲切地打起招呼，只是不知道安妮为何会突然出现于此。而安妮则表示，乔舒亚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，自己身为他的女朋友，自然是要来给他加油了。闻言，一旁的凯瑟琳眼神立刻沉了下来，随即直接上前表示，你算哪根葱？乔舒亚天天都跟我缠在一起，根本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你，不会是某些人太过自作多情了吧？听闻此话，安妮则是淡淡一笑，随即从怀中缓缓拿出一张银色票据。见状，布隆瞬间怔住，因为那是至少要押上1万金币才能拿到的专有票据。而此时的安妮则表示自己一共押了5万金币，毕竟连这点胆魄都没有的话，又有什么资格能跟乔舒亚那样的男人交往呢？闻言，凯瑟琳冷哼一声，随即把手缓缓伸向自己的怀中。下一秒，一张金光闪烁的票据赫然呈现在二人面前。见此一幕，布隆瞬间惊掉下巴，那可是要押上50万金币才能拿到的金色票据。而此时的凯瑟琳却是一脸不屑地看向安妮，表示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，谁叫我是乔舒亚大人唯一的女朋友呢？完了！乔舒亚得到了一个让他震惊无比的消息，曾经对自己百般偏袒的父亲，竟然在暗中布下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，而他自己正是父亲在棋盘上布下的一枚棋子。就在刚刚，乔舒亚接受了莱茵哈特新王的加冕仪式，不料下一秒，一位老朋友却突然登门造访，来者正是身为12超人之一的布伦斯坦伯爵。在得知乔舒亚在大师赛上夺冠后，斯坦伯爵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莱茵哈特王国，只为亲手击败乔舒亚，从而细细品尝大陆最强天才少年的滋味。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，乔舒亚没有流露出丝毫怯色，直接提枪便朝着对手发起了攻击。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怔住，只见被长枪击中的斯坦伯爵突然化为一道残影，下一秒竟在自己面前突然失踪。而在斯坦伯爵移动的过程中，乔舒亚的身体不知何时已被对手刺出了鲜血。然而还没等他做出调整，斯坦伯爵便以极快的速度再次朝他发起了反击。见状，乔舒亚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直接召唤出体内的太古之力。下一秒，长枪便被一团炙热的火焰瞬间包裹，在奋力挥动长枪过后，霎时间枪尖上的火焰瞬间化为一条火龙，极致的温度甚至把天空也烧出了一道缺口。随着火焰渐渐熄灭，斯坦伯爵已经躺在地面，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本想慢慢品尝你的滋味，没想到却输得这么彻底。可想到这么鲜美的果实马上就要被人摘走，心里还真是不禁感到有些惋惜呢。闻言，乔舒亚一脸疑惑，不明白他这番言论到底所为何意。而此时的斯坦伯爵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其实不只是你，阿格诺家族从来就没有过正式的嫡子，你的父亲也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，而他在将近20年里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只是因为他在暗中布局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，而你也不过是你父亲棋盘中一枚可怜的棋子。闻言，乔舒亚还想继续询问，可下一秒，斯坦伯爵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乔舒亚一脸错愕地愣在原地。而此时的莱茵国众臣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纷纷第一时间赶来护驾。看到乔舒亚伤痕累累的身体，图奇立即跪倒在地，恳求乔舒亚原谅自己的失职，没能第一时间赶来保护国王的安全。而乔舒亚对此却表示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如果你们想为我做点事情的话，就请各位随我出征来助我一臂之力吧。闻言，众臣振臂高呼，纷纷表示愿意誓死追随我王的意愿。就这样，一众骑士跟随乔舒亚的脚步，开启了莱茵哈特王国的第一次征程。另一边，在克伦贝尔家族的猛烈攻势下，芬迪家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，将士们拼死抵抗，只为守护住芬迪家族的最后一座城池。可由于双方的实力太过悬殊，芬迪家族很快便在对战中败下阵来。伊卡也被敌方的头领逼到角落。正当头领准备手刃伊卡之时，夏罗突然出现一剑打断了头领的动作。可这一举动非但没有让对方受到任何伤害，反而让自己也同时陷入了危机之中。看着对方高高举起的长剑，夏罗只能紧闭双眼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然而此时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下一秒一道落雷瞬间砸向地面，紧接着落雷
之下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来者正是莱茵哈特国的新王乔舒亚，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莱茵王国的骑士军团。二话不说，便在敌方阵营中冲杀开来。而此时的乔舒亚则是缓缓走到头领身前，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将是我的俘虏。另一边，阿巴伦帝国的皇宫大殿内，皇帝正在聆听大臣汇报前线的战况。在此次领地战争中，克伦贝尔家族不但损失了5000精兵，甚至克伦贝尔侯爵的长子也被对方俘虏。而主导这场战争走向的，正是刚刚在大师赛中获胜的乔舒亚男爵。闻言，一旁支持克伦贝尔的大臣当场发飙，表示乔舒亚身为阿巴伦帝国的臣子，竟敢率领他国骑士屠杀本国士兵，恳请陛下对乔舒亚处以最严厉的惩罚。而此时皇帝却露出了莫名的笑容。虽然乔舒亚违反了帝国法，确实应该受到严惩，但问题是我却并不讨厌他，更何况乔舒亚在大师赛上的表现，确实也为帝国带来了极大的荣耀，所以我非但不会去惩罚他，反而要在他返回帝国时将他赋予侯爵之位。与此同时，奥拉夫得知了攻伐战失败的消息，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克伦贝尔侯爵，表示他愿意带领自己的佣兵团亲自讨伐芬迪家族，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克伦贝尔家族必须支付他1亿金币的报酬。闻言，侯爵顿时怒火中烧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会在这种时候趁火打劫。不过想到领地战的胜败会直接关乎到家族的声誉，迫于无奈也只好答应下这天价的条约。另一边得知了奥拉夫亲自带兵攻城的消息，乔舒亚第一时间来到了敌军阵前，并以大师战获胜者的特权为由，公开向身为12超人的奥拉夫发起挑战。闻言，奥拉夫直接拒绝，表示自己现在很忙，等事情结束后他会亲自登门拜访。然而此时一个身影突然跃向战场中央，来者正是莱茵王国的第一骑士雷恩。此时雷恩表示奥拉夫无权拒绝乔舒亚的挑战，因为大师战的获胜者有权随时向任何人发起挑战。如果你想破坏规则的话，那么大陆内所有王国将会共同对你进行讨伐。闻言，奥拉夫嘴角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，表示既然这小子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不过此次挑战的结果要直接决定领地战的胜负，这样一来也省去了双方攻守城池的麻烦。闻言，乔舒亚立即表示赞同，并表示如果自己输了的话，他会亲自带领芬迪家族献出城池。在双方阵营的注视之下，二人的大战正式开始。只见奥拉夫把魔力覆满整柄巨斧，随后直接朝着乔舒亚发起了进攻，而乔舒亚也挥动手中的长枪予以反击。双方兵器碰撞的瞬间，战场中霎时间爆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，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也被震飞数米之远。然而随着烟雾渐渐散去，只见乔舒亚赫然出现在战场中央，而此时的奥拉夫早已身首异处。见状，芬迪家族的士兵立即欢呼不已。长达5年的战争终于在今天取得了胜利，而此时的克伦贝尔侯爵却突然反悔，表示奥拉夫根本无权替克伦贝尔家族做出任何决定。说罢便回头看向奥拉夫带来的佣兵团，表示自己答应给奥拉夫的报酬依旧作数，如果你们帮我攻下城池，那么这些钱足以让你们过上富足的生活。闻言，佣兵团的众人像打了鸡血一般，纷纷拔剑朝着敌营冲了过去。然而正当大战一触即发之时，一道道兵锥突然从天而降，霎时间佣兵团的众人便被拦住了去路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也从众人身后响起。